前去给阁主跑茶的时候，是不是忘在茶室了？有可能，但现在叶青和阁主都还在里面，天色也不早了，等明天我再拿回来吧。不对劲，这股邪火来得太快太猛，根本压不住。难道是因为刚才喝的那杯茶？难道是顾婉舟这女人故意的，想借此机会彻底把我绑在百草阁的船上？这茶有问题。叶长生，我好热。好你个灵种，丹药灵气说吸收就吸收，结果这药效就不管是吧？这找谁说理去？我已突破断体境3层，这怎么可能？原来如此，才发现是刚才灵种吸收出了阴阳之气，加速了自己的修行速度。难怪刚才药效发作时，这玩意儿装死不动的。感情他不是不管药效，而是在等药效催发后直接坐享其成，吸收这更精纯的阴阳交汇之气。顾婉舟啊，顾婉舟，你真是个便宜女人，怎么到了他面前就变成这副样子了？这么稀里糊涂失了分寸，堂堂百草阁的阁主，好歹也得要点实质性的好处啊！现在倒好，平白吃了亏，人还跑得没影了。算了，明明是自己主动缠着他的，顺其自然吧。我的天，筑基境3层，这怎么可能？竟然连破3层境界！叶长生，城主府那边来人了。大清早的，火烧眉毛了？比火烧眉毛还严重。萧百清那个混蛋带着他二叔找事儿来了。哼，萧百商，昨天尿着裤子滚出去的那个废物，就是他。他今天跟疯狗一样，天刚亮就带着大批人马把我们百草阁的大门给堵了，而且这次他还带了靠山。怎么打了小的，老的来找场子了？叶长生，你别轻敌啊！他们这次带了上百号精锐卫队，摆明了是来兴师问罪的。兴师问罪？他们想要什么交代？萧百长的那个无赖在楼下大放厥词，说你昨天打伤了他，还侮辱了城主府的脸面。他二叔直接放话了，今天若是不把我和他的婚事定下，当场把我带走，就要强行封了我们百草阁。强行封了百草阁，还要拿你去抵债？不慌，既然客人来了，咱们好好接待就是。他好像又年轻了，而且更有魅力。怎么会有人一夜之间气质发生这么大的变化？走吧，顾姑娘，别让城主府的贵客等急了。他身上怎么有姑姑的味道？今天有树撑腰，我倒要看看这百草阁还敢不敢像昨天那般目中无人。他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好看了？顾阁主，你们百草阁的规矩，本公子今天算是彻底领教了。我倒想当面问问你，为什么你们百草阁做起事来要如此出尔反尔？萧公子这话，我怎么听不明白？本公子前些日子好心好意带着丰厚的彩礼登门来洽谈我和清堂的婚事，结果呢？你们不仅不领我城主府的情，还纵容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野客卿当众羞辱于我，甚至直接把我从大门里给赶了出去。难道这就是你们百草阁引以为傲的待客之道吗？萧公子，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讲。你那天带着一帮恶奴强行闯入内门，连最基本的拜帖都没有递，那种嚣张的做派可不算是来洽谈婚事的。既然你选择直接带着东西硬闯，我们百草阁自然也不能把你当成客人来看待。至于你跟清堂的婚事，这件事本就是前任阁主在世的时候与你们私自定下的。毕竟前任阁主已经去世那么多年了，加上清堂那时候年幼不懂事，根本不明白联姻的利害关影，总不能因为长辈的一时糊涂
就被一纸空头的婚约给束缚了终身吧。因此，这个婚约就得改了。如果真的让他们改了婚约，现在程主府岂不是失去了一个能名正言顺掌控百草阁的绝佳机会？更何况，现在大哥那边跟黑牙帮的关系已经彻底交恶。如果没有百草阁这块肥肉作为资源补充和筹码，黑牙帮是真的会对程主府下狠手的。顾魔主，你这话未免太不把云山城的规矩放在眼里了吧？就算是顾清堂年幼时候定下的婚约，但那也是云山城两大势力共同认定下来的铁案。你现在轻飘飘一句话说改就改，这种私自更改两家联姻大事的做法，恐有不妥吧？这就是那个废了百长的神秘客卿，看起来不过30出头，气血怎会如此旺盛？只是改了婚娶的条件，如果贵公子有本事，依旧是能迎娶顾清堂的。改婚娶条件是什么意思？顾魔主，你最好给我程主府一个合理的解释。解释？二爷想要解释，那叶某就好好给你解释解释。今天日落之前，百草阁就会向整个云山城发布正式的婚帖，不管是谁，只要能迎娶百草阁少阁主顾清堂，就能直接拿到百草阁一半的掌控权。一半的掌控权？你说的可是真的？当然是真的。不过，想要迎娶顾清堂，也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来的。既然是百草阁的夫婿，那就必须在我们百草阁即将举办的炼丹大赛上夺得头筹。如果程主府连会炼丹的人都找不到的话，那就请萧先生和萧公子乖乖等着炼丹大岁后前来喝我们百草阁的喜许吧。到时叶某一定给两位安排个上好的席位。你不过是百草阁的一个客卿，凭什么在这耀武扬威啊？我程主府谈事，你一个屁都不是的散修也敢插话？萧二爷，我已经将自身持有百草阁一半的经营权交给了叶长生，他现在是我们百草阁真正的半个主人，他就算放个屁，百草阁的人也得过来闻闻。姑姑什么时候这么信任叶长生了？连一半的经营权都直接交出去了。好一个百草阁，好一个叶长生！既然顾阁主把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那我程主府也就按你们的规矩来。只要是夺得炼丹大会头筹就可以，就算那人不是我程主府的人也可以。还请顾阁主别忘了，没用的东西还不走！姑姑，我怎么没听说我的婚约被改了？要是炼丹大会赢的人就能娶我，岂不是我连自己的相公都无法提前知道？清堂，你先别急，这是为了应对程主府的权宜之计，也是叶先生的谋划。如果不这么做，今天萧应狂肯定会强行把你带走。而且我现在不想也不想嫁给别人。如果不是你个废物能早点拿下百草阁那丫头，怎么会拖到这么麻烦？大哥，你先消消火，这届不怪板材，关键还是在百草阁的那个克言，他不知道用了什么办法，手里拿到了百草阁一半的掌控权。顾婉柔那个女人也不知道发了什么疯，居然在大庭广众之下承认了这件事。现在百草阁几乎是他一人说了算。哼，不过是一个臭炼丹的，他真以为握着点股份就能在云山城翻天了？炼丹招亲，这摆明了是针对咱们城主府不通丹道。无论如何，必须想办法拿到招亲的头筹。迎娶的人可以不是萧百帅，但必须是城主府的人。大哥，咱们府里的人杀人放火刑，炼丹那是真没那个天分啊！要不要从黑市找来一个丹师？不用，黑市那帮人全都是见钱开眼的墙头草，更何况魏执事跟那个姓叶的走得很近，不可信。可是之前派去云淼宗的人马被黑牙帮的人劫杀，咱们现在跟宗门那边的联系已经断了，怎么还能联系到云淼宗？
为了紧急时刻能联系到云淼宗四长老，我做了2手准备，一个是人力马车，另一个则是灵力函，以灵气起风后能紧急联系上四长老，但价格昂贵，简单一个传音贴就需要60万灵石，这可是咱们府上1年的大半规矩。60万灵石就为了发个短消息？只要能吞下百草阁，这点投资算得了什么？现在四长老已经派来一个弟子来帮助我们，剩下的就不用担心了。禀告城主，门外有个自称是云淼宗的修士前来拜访，快请二弟，你看帮手来了。顾魔主，今天这场面可真是空前绝后啊！全赖诸位同仁赏脸。本次考核根据丹药的资质来打分，10分最高，得分最高者获得头筹。这家伙在搞什么鬼？这种时候居然还不露面？难道他真的想让我随便嫁给一个陌生人？感觉来者不善。诸位同仁，静一静。第一轮比试规矩很简单，不限单方，不限手法，最终只看丹药的成品品级高低。现在计时开始。大哥，这波稳如泰山，殊不知这位爷可是从上面请下来的。让那种一流宗门培养出来的丹道高手跟这群钻老林子的野路子比试，简直就是降维打击。这头盔要是落到别人手里，我萧字倒着写。哼，这些野丹士一辈子连五品药草的长相都未必见过，拿什么比？不过大哥，我还是有点犯嘀咕，万一那个百草阁的客卿中途参赛该怎么办？他既然能坐稳百草阁首席客卿的位置，炼丹实力恐怕不容缺小。硬狂，你就是被那个姓叶的吓破胆了。别说那个叶长生现在根本没有参赛，就算他现在真的跳出来，又能如何？在云淼宗真传弟子的面前，他一个只会卖弄小聪明的闲云野将，难道还能是对手？萤火之光也敢与皓月争辉？也是，那姓叶的到现在连个影都没有，估计早就跑路了。时间到。3品火候不均，齐全。5品丹药，竟然是5品！咱们云山城多少年没出过了？城主府果然底蕴深厚，藏得真深，丹纹饱满，灵气不散，确为5品佳作，10分！这种成色，老夫生平仅见，10分！顾阁主，众目睽睽之下，这丹药的成色确实没得挑，给9分怕是说不过去。此丹火气太重，炼制者心术不正，即便品级高，我也只能给9分。5品丹药一出，这还比什么？我看这百草门的姑爷是非城主府莫属了。叶长生，你到底在哪里？明明说好了只是去一趟黑崖帮，尽快在丹会开始之前赶过来，为什么现在还不见人？他不会真的在黑崖帮出了什么意外吧？要是叶长生死了，我也不想活了。顾阁主，这是要做什么？冷静，事情还没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反正还差1轮，马上就结束了。等丹会结束，我立马就去黑崖帮所在。城主，出大事了！慌什么？天塌下来有老子顶着！说，就在刚刚，黑崖帮被人全灭了。你说什么？全灭了！城南那个黑崖帮的堂口，连带着他们老大一个活口都没留下。这定是四长老派来的那位高徒暗中动的手，果然是名门大派的行事作风，雷厉风行，做事滴水不漏。大哥，这黑崖帮可是咱们在云山城里最难啃的骨头，就这么悄无声息的没了，还能是谁干的？除了云淼宗弟子，这小小的云山城里还有谁能有这般手段？黑崖帮这群上不了台面的家伙，平日里仗着点势力，没少跟咱们城主府要好处。现在好了，连脏咱们手的力气都省了。那咱们接下来后顾之忧已除，等今日比试一结束，这百草阁的控制权便稳稳落入咱们萧家之手。至于那个姓叶的，只要找个由头把他宰了，整个云山城便再也没有不能绊脚的石头。大哥，那上蒙的魏比氏那边，咱们要不要也敲打敲打？
那家伙最近跟百草阁走得很近啊！你脑子进水了吗？商盟是什么体量？整个九州的商盟加起来，规模抵得上几十个云妙宗，那种级别的庞然大物是我们能碰的。哼，姓魏的不过是个分部执事，只要他还能在云山城里做生意赚钱，就不会插手这种地盘之争。商盟从来只讲规矩，不谈私怨。只要我们不主动招惹，他们绝对不会成为绊脚石。还是大哥深谋远虑。这云山城的天，从今往后只能姓萧。第二轮比试结果一出，那位炼制出4品上阶丹药橙色绝佳药香凝炼，再次获得满分。好，这下那顾家的小丫头就是咱们城主府的人了。恭喜这位大师夺得的是今日炼丹会的头筹。按照规矩，今后您就是百草阁少阁主的夫婿了。叶长生，你这个骗子，说什么有办法解决，结果到现在连个人影都看不见。放肆！你给我放手，别碰我！真的要放开吗？这不是百草阁那个客卿吗？他怎么穿着城主府选手的衣服？怎么会是叶长生？大哥，你不是说那是4长老派来的真传弟子吗？他怎么混上去的？不可能，这绝不可能！刚才不是让我放开吗？别废话，你都是我夫婿了，再把我抱紧点。大哥，这怎么回事啊？这姓叶的怎么会穿着那位大人的衣服，还站在这儿炼丹？老子怎么知道真正的真传弟子去哪儿了？难道被这小子给暗算了？这是哪里跑出来的？哎呦，怎么光天化日之下披着一块破裤乱跑？叶长生，你卑鄙无耻，竟然敢在暗巷里打晕我，还扒了我的衣服来这里招摇撞骗！我是云淼宗4长老座下的真传弟子，你今天干的这些事，信不信我回去原原本本汇报给4长老，我让你在云山城死无葬身之地！绝对不可能！我可是实打实断体境3层境界，你一个灵根被废的家伙，怎么可能一下就挑断我的手筋脚筋？吃下去，你的手脚还能接上，但你记住了，如果你的嘴巴继续乱叫，下一次我会直接切断你的4肢，到时候没有任何丹药能够救治你。之前在暗巷被敲闷亏，我还以为他纯靠下三滥的偷袭才能得手，可他却能在抬手间伤到全胜状态的我，这说明叶长生现在的境界至少已经在断体境3层之上。这就是苍灵根的霸道之处吗？哪怕不在灵气浓郁的宗门福地，光靠在这穷乡僻壤混日子，境界提升也能如此之快。上师大人，你这是做什么？你是堂堂云淼宗的真传弟子，怎么能惧怕他一个不知道哪里冒出来的山间野修？你放屁！谁告诉你他是山间野修了？他跟老子一样，也是云淼宗的弟子，只不过是上面安排来云山城历练的。叶长加入百草阁这么大的事情，你们城主府竟然敢不上报，等收拾吧你！真是1秒钟都不想在这个鬼地方多待，必须尽快赶回去，将这件事汇报给4长老。尤其是叶长生已经彻底掌控百草阁，这条极其重要的情报，绝对不能耽搁。上师大人，你现在不准走，留在这里，跟我一起把叶长生击杀掉。你再回去向4长老汇报也不迟。你是不是疯了？你竟然想在众目睽睽之下击杀云淼宗弟子？哼，怕什么？以我断体境7层的绝顶实力，杀他易如反掌。我能保证最后只给他留下一口气，由你亲手带回宗门交抄。如果我能把奄奄一息的叶长生带回去，那就相当于亲自给4长老献上了苍灵根，这绝对是头功一件。到时候就算是宗门上面怪罪下来，完全可以说是叶长生在云山城遇到了无法抵抗的危险，
是我拼死把人救回去的。叶长生，你死到临头了，受死吧！叶长生，你确实有点小聪明，把我也给骗了。不过我这人做事向来喜欢做2层准备。如果这场单会比拼输给你，我和这些培养多年的高手就会直接将你击杀。如果单会赢了你，我也会在日后找个没人的机会将你悄悄抹除。现在看来，只能当众将你击杀了。萧一恒，你们这帮丧尽天良的家伙，今天谁敢动叶长生一下？我百草阁哪怕拼到最后一个人，今天也要跟你拼命！魏都师，你们黑市商盟立足于玉城100年，一直都处于绝对的中立地位。这是我们城主府和百草阁的私人恩怨，为何你要打破规矩，站在叶长生那边？萧城主，你耳朵要是塞了驴毛，老夫不建议再大点声。叶长生是我大哥，你说我要不要站在他这边？难道这小子早就成了商盟的核心人物，连商盟总部都在暗中给他撑腰？如果真是这样，我今天动了他，商盟那帮护短的疯狗绝对会把城主府啃得连骨头渣都不剩。你什么时候跟着魏执事成了结拜兄弟？我这百草阁的阁主居然一点不知情。前阵子喝了顿酒，聊得透烫，就顺便拜了个把子。怎么，顾阁主连我交朋友的事也要管？我哪敢管你？你现在可是把云山城的天都给捅破了。大哥，现在怎么办？那老东西把商盟搬出来，咱们还打不打？要是真把商盟得罪死了，咱们以后的资源渠道可就全断了。事到如今，退路早就被堵死了。城主府倾巢而出，连黑牙帮都拿来做了祭品。如果今天不把百草阁吞下去，明天城主府的威信就会在云山城彻底扫地。更何况那个惹麻烦的宗门弟子还在场，这局若是认输，回头库容真那关就过不去。大不了把这小子剁了，回头我亲自去商盟分部负荆请罪，砸上一半的家底，我就不信商盟会为了一个死人跟我死磕。动手！不要管别人，废掉叶长生！小子，给我死！完了完了，城主府这是要鱼死网破了！叶长生今天算是栽了。萧城主，你这脾气还是这么急，可惜你挑错了发火的对象。乖乖，这位大哥背后的靠山，脾气可真够爆的。萧城主，从今天起，云山城虽然还属于我云淼宗的势力，但今后你们萧家就要绝门了。你到底是个什么怪物？刚才那股力量，绝对不是你的手笔。脑子转的还算不慢。怎么？你能花60万灵石从云淼宗喊来帮手，我就不能了？仙人呐，这是活脱脱的仙人降世啊！完了，是苏千禾，那个杀人不眨眼的疯女人，怎么会出现在这里？这女人长得这般好看，实力又如此恐怖，叶长生到底是怎么结识这种大人物的？小丫头，别用那种护食的眼神看着我。多谢前辈出手相救，我夫君欠您的恩情，百草阁自然会加倍偿还。你夫君行啊，叶长生，在这穷乡僻壤混了几天，连媳妇儿都骗到手了，手段不错嘛。苏师姐，叙旧的话咱们晚点再说，这边还有点收尾的活没干完呢。这种脏活累活，非得拉着我干。回头只能告诉四长老，他的弟子参与了黑牙帮与城主府的厮杀，不幸被人击杀呢。我从头到尾都只是对方盘子里的一块肉，现在肉该下锅了。什么城主之位，什么吞并百草阁的大业，在绝对的实力面前全是个笑话。彻底完了，萧家100年基业全毁在我手里了。还有何话可说？我萧应恒在云山城经营了这么多年，自认没有露出什么破绽，就连黑牙帮那个烂摊子都被我用来当了挡箭牌。我实在想不通，你一个刚来没多久的三修是怎么把这局棋下成这样的？死到临头，
就别操心下棋的事了。再无话说，请速速动手。大哥有什么吩咐？萧应环虽然死了，但城主府里应该还有不少余墨。打蛇不死，反受其害的道理，魏老兄应该比我懂。大哥说的太对了，这种抄家的脏活，咱们商盟干得最利索。要是不把萧家连根拔起，以后少不了要在背地里给咱们使绊子。那就麻烦商盟的兄弟跑一趟了。都听见我大哥的话了吗？去城主府，凡是喘气儿的全宰了，连条狗都别放过。是。大哥，大戏已经结尾，我带商盟弟子回去了，城主府财宝全部封存，纹丝未动。没少点什么。大哥把这差事交给我，我怎么可能中饱私囊？老家那萧家百年积攒的底蕴，连零食带法宝装了整整10几间大库房，我都让人贴了封钱，连个铜板都没往外拿。辛苦魏老哥了，改日去商模畅饮一杯。那老弟，我可就在商模备好上等灵酒，随时恭候大哥大驾了。顾魔主，现在城主府的阻碍全都清理干净，你现在去接管城主府，时机正好。他真的做到了，他把整个云山城捧到了我面前，这可是城主之位，他竟然连眼睛都不眨一下就给了我。你不和我一起去吗？名不正言不顺，我去干什么？百草阁的阁主去接管城主府，才是名正言顺。百草阁弟子听令，随我前往城主府，接管全城防务。我故意当着所有人的面把令牌给顾婉周的，就是要间接告诉各方势力，从今往后这座城池说了算的就是顾婉周，而谁敢动顾婉周，就要先问问我叶长生答不答应。行啊，叶长生，只是来了云山城一段时间，就把云山城给接管，宗门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根基，你就这么轻易给捣垮了？师姐说笑了，城主府底蕴都还在，只是换了个管理者。之前的管理者偏向4长老，换了新的管理者之后，云山城当然偏属于苏长老麾下。4长老那个老东西，平日里在宗门就喜欢和师尊作对，现在把他的狗腿子宰了，换上自己人，这买卖怎么算都不亏。算你机灵，昨天刚见你的时候就觉得你容貌恢复的有点夸张了。我记得当初在杂役峰第一次见你的时候，还是个满脸褶子、发花白的老头，可现在反而变成了一个30出头的硬朗男人。真是你自己的脸，你这到底是吃了什么天才地宝？不要动我夫君！喝茶就免了，本姑娘来回赶路，现在只想听些有意思的。说说吧，你一个半只脚踏进棺材的杂役老头，怎么摇身一变成了这云山城的幕后主子了？我师尊费了那么大劲，用8瓶往生丹救你，可不是让你来凡俗界称王称霸的。师姐这话可就冤枉我了。我从外门出来的时候，全身上下就那么点破烂底子，不找个靠山，不弄点零食，我都活不过这个月。来云山城纯属意外，但我发现这里有一条很有趣的利益链。城主府的萧家每年都在暗中截留大批资源。截留资源，云山城这点微末主掺也值得你费心思。如果是普通资源，当然不值得。但如果是走私风云阁的物流，而且接头人是宗门4长老，你把4长老的财路给断了。何止是断了，我不仅断了他的财路，还借着黑市商盟的手把萧家整个端了。4长老那个老东西，平日里在宗门就喜欢克扣各种丹药配给，他培养的那些外围势力简直就像吸血虫一样。你把他这根血管拔了，他要是查出真相，绝对会扒了你的皮。所以这口大黑锅只能让别人来背了。现在云山城的城主令牌就在百草阁阁主手里，不管以后4长老派谁来查，账面上都只会是一笔烂账。你是不是从进入云山城开始，就已经谋划布局，夺取整个云山城势力了？我可不是为自己，而是为苏长老考虑。要知道，4长老总是爱搞一些小偷小摸的事情。苏长老为人正直，不在宗门之外培养势力，未来很可能受制于人。就算他自己不考虑这些，
苏长老对我有救命之恩，我自然也属于苏长老门下，自然要帮助苏长老谋划。没想到你竟然是真的在为师傅他考虑。行啊，叶长生，本以为你这老东西能活下来就不错了，现在境界已经到了断体境不说，心思也更加老练。还是说你在宗门的时候就已经有这样的心思了，故意装怂？苏师姐想多了，我那时候光是活着就不容易了，哪还敢有多余的想法？对了，师姐，这次回宗门，还请不要将我进入断体境的事情告诉宗门那些人，我怕。放心吧，你说的我都懂。你师姐我不是那种没长脑子的。一个本该老死的人，突然返老还童，还破了境。这消息要是传回宗门，那帮老怪物怕是要把你当成活体灵药一寸寸研究。师尊既然保了你，我自然不会去多嘴惹麻烦。叶长生，我帮你屠光了那帮强盗，但顺手还杀了几个无极宗的弟子。虽然不知道无极宗会不会查到我头上，但他们的弟子死在了云山城，第一个要查的自然是云山城。你要想好怎么应对。师姐慢走。叶长生，你给我说清楚，取消婚约是什么意思？现在跟我去一趟百妖谷吧。去百妖谷干什么？事情如何了？师傅，你没看见那个场面？魏执事在云山城，那也是横着走的人物，见了叶长生跟耗子见了猫似的，当场就叫了大哥。我这人最讲道理，既然要抢亲，那就凭真本事。凡俗势力的勾心斗角，也值得你特意回来念叨。要只是抢个亲，我至于这么激动吗？重点是他把云山城的城主给换了。你说什么？萧家跟城主府勾结，那就一块端了。叶长生把黑牙帮的残余也算计了进去，对外只说是黑市火拼，城主府内斗，现在坐在城主府里的是他自己人。他想的倒是周全，不过为了一个百草阁，只当费这么大勾折。师傅，重点不在这儿。叶长生说了，他说师傅您只知道苦销，不懂得经营势力。云山城就是他替您建的第一个宗外据点。修仙之人还于本真就好，我不需要那些。哦，还有一件事，叶长生他到断体境了。他寿元枯竭，经脉早已朽坏，哪来的灵气让他破境？叶长生，老娘今天要把你办了！你受什么刺激了？有事好好说。断体境5层，就睡了一觉，破了4层境界。这灵种到底是什么东西？师傅，你先看看这个。给我看这种画像做什么？师傅，这画上的人是叶长生，他返老还童了，这老东西还藏着这一手呢。苍灵根，果然夺天地造化。灵亮神宗开始派出弟子下山历练了，说是切磋，实则来立威的。哼，切磋说得好听，我们这些普通弟子拿什么跟他们打？若是接了，怕是抬不起头。多谢仙长，我们怨念已消，可以轮回转世了。爸妈，我的好姑娘，这些年真是辛苦你了。年轻人，清堂就拜托你了。你之前来百妖谷的时候，就能看到我父母。我之前答应了他们会照顾好你，所以不管有没有婚约，我都会照顾你。你刚才说之前答应了他们，你什么时候见过我父母？你父母当年押运药材遇险，不是意外，是城主府黑牙帮联手干的。黑牙帮引兽，城主府断后，他们把你父母留在了那个山谷里。
你既然知道真相，想为什么一直瞒着我？就你这个傻妮的性子，知道真相还不得提着剑去城主府拼命？百草哥经得起那种折腾？我也没有那么冲动嘛。我怎么感觉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你能没劲吗？你现在已经是炼气8重了。炼气8重，我连功法都没练啊！我魏某人若敢违背大哥叶长生分毫，天诛地灭，魂魄永消，不入轮回。我就是拿身份压一压他，试探一下忠心，怎么几句话的功夫，直接把心魔大师给搬出来了。好兄弟，元妙宗弟子令牌，大哥你……我这次下山，大概还有2年才回去。2年之内，我扶你坐上总长的位置，前提是你手里资源仅为我所用。从今往后，小弟这条命就拴在大哥身上了。之前商盟送了一批货去一个叫风云阁的地方，你清楚底细吗？大哥要对风云阁动手，那可绝对不是什么善茬。那体量少说能顶得上一个中型宗门，垄断了附近好几个大洲的高阶灵异。御兽，他们从各大御兽宗门低价收幼崽，转手高价调卖，自己还有隐秘培育基地，一只变异幼崽随随便便几百万灵石往上走。这老东西原来是借着灵兽买卖的幌子，把宗门外头的黑产全洗白了。大当家、二当家，你们死得好惨啊！云妙宗枯荣镇那个老混账，竟然赶尽杀绝！你是什么人？为何来给黑牙帮收尸？各位仙长饶命啊！我叫叶崇，自小在黑牙帮长大。大当家嫌我没有修行资质，就让我混进城主府萧家当杂役。我一直是大当家安插在城主府里的卧底啊！既然是卧底，那你倒是说说，黑牙帮到底怎么覆灭的？全是萧应恒那个老家伙的毒计。他接待了一批风云阁的神秘客，我端茶倒水时亲耳听见他们谋划萧家要吞并云山城产业，黑牙帮碍了眼，风云阁的人趁黑牙帮放松警惕的时候一锅端了。朱师兄，区萧家根本伤不了孙师弟他们，动手的一定是风云阁，这仇不能不报。风云阁体量跟我们无极宗差不多，为了几个外门学子，你想让2派生死火战吗？不白死，不白死！百草阁趁着城主府空虚，把萧家给灭了，也算是给帮里兄弟们报了仇了。风云阁、百草阁，鱼儿咬钩了。叶冲，今后无极宗可以给你资源重建黑牙帮，命你短期之内重建帮派，能做到吗？承蒙各位无极宗仙长相信，小人定不辱使命。无极宗的冤大头果然上当。你这几个食神跑哪儿去了？商盟的人说你天黑前就走了，我去黑市找了一圈都没看见你人。去城外办了点事儿。怎么，少阁主是怕我跑了？谁怕你跑？我就是怕你死在外面没人收尸。放心，暂时还死不了。风云阁的事我有了点眉目。风云阁，你要动那个御兽的巨无霸。云山城太小了，小到不够一个人翻身。我答应了别人，2年之内要扶他坐上总长的位置，总得先搬几块绊脚牢石。四长老，你解释一下，这批贴着商盟封雕的货物，为何收换人写的是你的名字？四长老，你好大的胆子！查清楚了吗？到底是怎么回事？风云阁那帮蠢狗是吃错药了。回师尊，这批货不是风云阁发的，云山城萧家被屠，百草阁用城主府名义从商盟名牌发过来的，为的就是恶心您，把这层关系捅到掌门面前。一定是叶长生干的！百草阁就算有天大的胆子，也想不出这种绝户计。这一招高明啊！不光脱离了我的掌控，还借着这批脏货用掌门的手压住了我，让我有了不能对他们出手的理由。师尊，
您是说那个死而复生的废物，他怎么可能有这等手段？他背后站的是苏梦瑶，在我不知不觉中，我手中的势力就已经被整合到他手下了。这哪里是废人的手段？这分明是苏梦瑶借他的手在铲除我的羽翼。亏你还是我的亲传弟子，连一个100岁老糊涂的心机都不如，你这些年的修行都白做了。师尊教训的是，要不要嫡子亲自出手，去云山城杀了叶长生？不用，掌门刚刚当着所有人的面敲打了我，你这个时候跑去云山城杀人，是怕掌门找不到借口废了我吗？那我们难道什么都不做？让他再快活一段时间吧。现在招惹苏梦瑶不是时候。这么早从外面回来，你去哪儿了？500万灵石，无极宗到底在打什么算盘？那位领头的师兄看我老实朴实，把这笔钱当启动资金，让我重建黑牙帮做棋子。无极宗还没放过云山城的打算，干嘛要对抗？有人主动掏钱给我们养人，从百草阁和城主府挑些人，白天当护卫，晚上换身衣服，就是黑牙帮精锐。年底随便拨点资源给无极宗就算交代。把大宗门当提款机和免费打手，这城府我连他1/10都不如。姑姑，还是我夫君厉害吧，能把无极宗耍得团团转。青海已经喜欢上他，可我也太荒唐了。哼，炼丹招亲就是个幌子，我可没同意这婚约。姑姑，你怎么这样？接下来1个月我要闭关，除非要紧事，不然任何事都要等我出关再说。大哥花费400万灵石，从各处商盟运来废丹，这是嫌自己钱太多了。唉，想不通，索性不想了。1个月后自然就能见分晓。李哥，这都后半夜了，稍微眯一会儿行不行？你不想活了，就自己把腿打断，别拉着我垫背。今天傍晚，大小姐亲自来巡杀，下了死命令，谁敢打扰她夫君闭关，直接废掉双腿，驱逐出云山城。我的亲娘呀，这谁还敢打瞌睡啊？青堂，你别再转了。这1个月来，你每天在这守3个时辰，连阁内账本都不看了。可是姑姑，他已经进去整整1个月了，里面一点动静都没有。那可是400万灵石的废丹啊！万一吃出什么好歹……叶长生行事向来稳妥，他既然要了那些废丹，自然有他的道理。夫君，你现在境界如何了？之前取消婚约的话，他是油盐不进啊。就算把云山城所有灵兽牵过来，也不可能在1个月内啃得干干净净。这男人到底是个什么怪物？断体境9层，还差1步就能步入筑基。夫君真厉害！我让百草阁给你调极品丹药，多吃点，争取明天就能筑基。还没过门就这么败家，只有成熟理智的我才配得上叶长生。城主府还有不少资源，需要的话我也可以让人都送来。姑姑，叶长生是我夫君，也是你侄子，你可不要打自己侄子的主意。这婚事就你自己认了，我们可一个不认。他现在是百草阁半个主人，我理所应当就是他的人。你城主府的资源还是自己留着吧，我怕有的人借着送资源的由头，天天往我夫君屋里跑。好了，都消停会儿。我现在境界卡在9层，需要找到一样东西才能突破瓶颈，不然吃再多丹药也是无用。需要什么东西？这个暂时不能告诉你们，我要去其他地方一趟。大哥，大哥，您出关了，断体境9层，拿去补补身子。五品丹药，大哥，这太贵重了，老魏何德何能？给你就拿着，既然是我叶长生的自家兄弟，总不能让你顶着这副干巴骨头去跑腿办事。我境界卡在断体9层上不去，想要迈入筑基总差火候。你们商盟陆子野情报网广，
帮我查一样东西。大哥要找什么？苍灵种。大哥说的可是苍灵种？这东西1000年之前天地灵气大面积衰弱之后就极少出现了。最新一次被发现，还是200年前一位叫菩提老人的大能在上古秘境里寻得一颗，采摘下来后灵气很快就飘散了。大哥，古籍上明明白白写着，苍灵种只有配合传说中的极品灵根苍灵根才能真正发挥效果。您找他做什么？老魏，有些事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苍灵种若懂得运用之法，拿来炼丹，我有绝对把握能炼制出6品甚至7品。6品7品，在云山城这种边陲地带，一颗5品丹药都能让各方势力争破头皮。要是能拿出一颗6品去拍卖，那利润足以让老子整个商盟高层面前横着走。大哥放心，我现在就去发密信联系商盟各地同僚，不管付出多大代价，就算把整个修行界翻个底朝天，也得把苍灵种的线索给您抠出来。找东西尽快去办，我今天过来，另外还有一件事要交代。大尽管吩咐。将你推到商盟总长位置的计划，我已经制定好了。大哥，总长的位子靠的是真金白银的流水账，哪怕咱们把云山城地皮刮干净，那点流水跟总长手里几10座城相比，也就是9牛1毛啊！谁告诉你我要让你靠刮云山城地皮去争业绩了？那这业绩去哪儿凭空变出来？目前的百草阁确实不够看，那如果百草阁今后的体量是现在的数10倍乃至100倍呢？百草阁现在云山城确实风头无所，可要扩大数10倍、100倍，您准备如何扩充？这可不是几句大话就能填进去的真金白银啊！具体事宜你暂时不要管，我只问你一件事：之前让你搜罗的那种废丹，现在商盟的路子里还能搜罗多少？大哥放心，要多少有多少。再给我整来500万灵石废丹，不过我现在手里没钱，得你先垫付。大哥，你这就把外人当外人了！大哥连5品丹药都眼都不划的赏给小弟，还替我谋划总长位子，难道我出不起区区500万灵石？莫说500万，就算是倾家荡产，只要大哥用得上，那也是老魏几世修来的造化。行了，知道你仗义，半个月之内我要看到废丹运到。大哥放心，半个月内要是差了1颗废丹，您直接拿我试问。见鬼了！老魏花100万灵石买废丹，收那么多药渣子回去干嘛？掌柜的，老魏莫不是发财了，拿咱们寻开心？真要是当肥料，那长出来的灵草怕是能直接成精了。哼，既然他老魏自己把脖子伸过来挨宰，咱们也没有不落刀的道理。去一趟灵丹宗采购废丹，把库房那几辆破灵舟拉出来，点齐人手。这怎么可能？那些明明都是废丹啊！把废丹重新炼化成正常丹药，别说见了，以前连听都没听过。长生辛苦了，夫君真棒！这些丹药全卖出去，得值多少钱呀？我大概算了一下，500万本钱炼出的这批丹药，能卖20亿灵石。20亿？长生，你确定没算错？只少不多，要是拿到商盟高端拍卖会上，翻倍都有可能。灵种怎么长得这么快？难道是因为吞噬了大量废丹杂质的缘故？喂，能听见我说话吗？这位姑娘，素昧逢绳，招呼都不打一声就直接住进我的丹土里，是不是有点不太合规矩？哑巴了？还是说听不懂人话？你要是真不说话，我可就当你是死物件了啊！这女人绝对是个惹不起的活祖宗，随便露出来的剑意都能把我切成生鱼片。还好她没有主动攻击的意思，只要我不吃撑了去打扰她，她就像个摆件一样安静。我都元气大损成这样了，还有这么大劲儿？
这不是刚才差点要了我命的剑意吗？一模一样。难道那女人用我的灵气提炼剑意，因为灵种相连，有一部分顺着经脉反哺到了我身上，所以我不知不觉间，竟然把她的剑意拿出来用了。去！我叶长生这辈子刨过地，吃过草，吞过废丹，算计过人，这双手连一把正经玄剑都没怎么摸过，顶多切过2回烤肉。结果现在，我竟然成了一个掌握极品剑意的高手。大哥，您刚才报的这个底度，真是百草阁接下来要通过咱们商盟出货的量？有疑问？不是疑问，是我这老骨头的心脏有点受不了。千万颗2品丹药啊，光是想想那场面，我都不敢去想会有多吓人。账面上的事不用你发愁，你只要告诉我，这些丹药全部铺开售卖出去，再把属于百草阁的资金回笼交割到手上，大概需要多久？数面太庞大，云山城周边几个州域撑死也吃不下。得分批调度，运往更远的商盟分头，运输要时间，打通沿途关节要时间，把杂七杂八的损耗都算上，大概需要1个月左右。1个月？上次我交代你查的事呢？关于苍灵种出现的地方，有打听到吗？消息确实是打听到了。据商盟上面的一位周昭说，就算是元婴境的老怪物进去，也不敢保证自己能全虚全伪的退出来呀。既然知道到苍灵种的消息，那就得去一趟，正好售卖丹药这1个月也没事干，就去看看。大哥，您真要去送，真要去冒险？管好百草阁的账，我不在的这1个月，生意上别出岔子。你非去不可吗？非去不可，这东西对我太重要了。你把我东西想清楚，连元婴期的大能都有去无回，你现在才什么修为？就算你非要去，我也得跟着你一起去。不行，这一趟来回至少1个月。百草根现在什么局面你心里清楚，千万级订单马上就要全面铺开。我走了，除了你，还有谁能把这块招牌撑起来？你这人总是能找到让人根本没法拒绝的理由。1个月内，我肯定把事情办完回来，你把家里看好就行。老人家，我们同路，给你些银两，能否载我一程？既然是同路，就别提钱了，直接上来吧。真是好牛！哎，这牛比你年纪还大嘞。这老者怕是看着我年轻，不知道我实际年龄啊。真要算起骨头上的年轮，这头牛要是比我还大，那这牛早就该褪去凡胎成精了。啊！这牛车晃荡了少说也有大半个时辰了，怎么连只飞鸟都没瞧见？正好闲来无事，我懂一些占卜之术，要不要给你算一卦？你这命很怪呢，前半生跌宕坎坷，后半生嘛，像是布着一层迷雾。这说辞，云山城桥头算命的瞎子一天能拉着人说800回，真让先生说对了。我前半生可比一般人都坎坷。他要走左边这条，你要走的是右边这条路，只能就此别过了。一去九死一生，给个忠告。外物须内破。敢问老先生名号？无生本无为，天凉好个秋。真是奇怪。师父，您可算是回来了。巧云啊，怎么为师一段时间不见，脸上多了些愁容？师父，你下山前让我不争不抢。弟子发信问你要不要参加圣灵大会，结果你没回信，弟子就没参加。不然的话，那圣女的身份哪里轮得到她周一墨来当？她一身的根骨修为，那可是剥了别人的仙髓才换来的。欢迎无畏长老回宫。叶哥哥，咱们现在要去哪儿呀？哥哥带你去个地方，躲避一些坏人。坏人长什么样？长得很凶，不讲道理。这群阴魂不散的东西，追了5天5夜还没完。
这丫头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爷爷奶奶已经身首异处，连家都没了，带她进谷，那就等于带着一块活肉去喂凶兽。必须得找个地方把她安顿下来。丫头，我问你点事儿，你们家平时有没有招惹到什么仇人？爷爷奶奶都很好，过年很多人都给我送好吃的。这大馋丫头脑子里除了吃还能有点别的吗？唉，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找个人多嘴杂的地方打听打听，看看这小丫头在附近还有没有其他远亲。客官，打尖儿还是住店？先上菜，切2排酱牛肉，再上几个热炒。这丫头是不是在商盟吃不饱啊？送我这儿来了。是不是吃饱了？你猜？再切20斤熟牛肉，加些热乎炒菜。明白，这就去后厨催。店家留步，我这里有些丹药想出售，该去什么地方？若是去风雪城的商盟，这条路好走吗？客官，您2位是从外地来的吧？不错，我本是带着这丫头来风雪城找个亲戚投坑。哎呦喂，客官您可真是命大呀！幸亏您是这时候才从外地过来，要是早去几天，您这亲戚怕是连骨头渣子都找不到了。店家这话怎么说？客官您是有所不知，就在几天前，风雪城那边出了一桩惊天的大事，当地最大的商后，也就是您刚才打听的那个商盟分舵，被人给彻底挑了。据说那天夜里，商盟上下血流成河，全家老小一个活口都没留下来，就连跟商盟沾亲带故的寻常百姓，也全都被杀了，那叫一个惨呐！这商盟分舵倒得罪了什么手眼通天的人物，下手如此狠绝。这么说来，那风雪城现在是个是非之地，已经去不得了。那是万万去不得了，现在那边全乱了套，谁进去谁倒霉。我劝客官您呐，最好是在咱们这小店多住上几夜，等风雪那边的风头彻底过去了，您再过去寻亲也不迟。你要是实在急着走，那就趁早绕开前方的寒寿谷，赶紧带着这小丫头去其他地界投奔别的亲戚吧。风雪城可以不进，但寒寿谷是突破筑基的必经之路，若是绕开了，我上哪儿去找苍灵种？店家，如果不去风雪城，我倒是想去前面的寒寿谷里碰碰运气，采点草药。如果我想穿过寒寿谷的话，有没有什么相对稳妥的办法？不行，客官您别开玩笑了，那寒寿谷是什么地方？就算是成群结队的修士进去，也不敢说能活着出来。你还带着个娃娃，那不是白给里面的凶兽送口粮吗？没办法，真没办法。客官，不是我存心瞒您，实在是那条路太凶险了。不过您既然问到了这份上，办法倒也不是完全没有。仔细说说。在这寒寿谷的入口处有个镇子，那些常年在刀口舔血的过往修士，还有本地有些真本事的猎户，平日里都会聚集在那个镇子里头。大商家或者丹师需要寒寿谷里特产的材料，经常会在那镇子里发布悬赏任务。客官，您如果手头宽裕，钱足够多的话，可以去那镇子里多雇佣几个修为高深的保镖护员，让他们结伴随着您一起进入寒寿谷。但是客官，您可千万切记一件事儿，您就算花再多的钱雇人，也只能让他们带您走寒寿谷边缘的那条隐秘小路，绝对不能走那条横穿核心地带的大路。走小路的话，也就是从寒寿谷的边缘地带擦个边，虽然路难走点，但运气好的话，马上也就过去了。店家，如果我偏要走大路的话，会如何？客官，您快别说这种不吉利的话了。走大路会如何？之前咱们这一带可是来过一位极其厉害的修士，仗着自己神通广大，偏要大摇大摆的走大路穿过寒寿谷。结果呢，进去了之后连个赏都没听见，直到今天为止，连一块完整的尸骨都没人见过。那位修士究竟是什么境界？小人听那些散修大爷们说，那位进山没出来的老神仙，可是传说中的元婴境。千兽崖的位置极为隐蔽，如果核心区域连元婴老怪都能吞噬，那我这断体境的修为进去，简直连塞牙缝都不配。看来只能先去那个小镇，
找几个熟悉边缘地形的本地向导了。叶哥哥，我吃饱啦。店家，结账，剩下的不用找了。多谢客官，客官您慢走，路上千万留神呐。这位客官，外面风雪大，快里边请。您是想打尖还是住店？想吃点什么热乎的？小店后厨都能给您现做。我不吃饭，向你打听个人。看仔细了，你在这客栈里有没有见过这个老头？